板慢打响叮当，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，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，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。18岁大闹个东岳庙，那李家的恶霸五虎被他伤，只因为打死了李家恶霸五只虎，给他这位英雄在这被逼无奈的奔了外乡，投奔那位小旋风，名叫柴进，寄居在沧州的柴家庄。柴家庄住了1年整，这位英雄一心想回家去探望，说这一天辞别了宋江、柴进二好汉，把包袱就背在了肩膀上，手中提起了齐眉棍，迈开了大步走慌忙。英雄回家心似箭，说这一天就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。阳谷县代管着章丘镇，章丘镇的东边有一个景阳岗。二武松正然往前走，只觉得口渴肚饿心发慌，他这一抬头见路旁闪出一座酒店，跟他风花酒花乱晃荡，酒花下立着一个大牌子，上写着3碗不过岗。什么叫3碗不过岗？嘿，分明是夸他的酒好来卖狂，他酒的力量有多大，我倒要进去尝一尝。好汉武松进了酒店，朝着里边一打量，见八仙桌的当中放有2把椅子列两旁，朝着这边留神看，给他一拉溜的进了酒缸。武松看罢，放下了包袱，把他齐眉大棍立在了一旁。酒家拿酒来，酒家拿酒来，酒家拿酒来。武松在这连喊3声，没有人搭腔，只因为这个时候的买卖少，掌柜的正在后边忙，小伙子也没在跟前，给他正赶上肚子疼拉稀，上了茅房子。武松给他连喊3声，没人来搭话，把桌子一拍，开了枪，带酒家拿酒来。武松给他一喊，劈雷响，只震的房子乱晃荡，屋子里这哗哗啦啦的直掉土，只震的酒缸嗡嗡的响耳旁，惊动了酒保留神看，这谁这是？哟我娘哎，这个人可长得这么长啊！他见武松身高跟他足有1丈2，膀炸腰，人有力量，脑袋瓜子赛麦斗，俩眼一瞪3个铃铛，这个胳膊好像防上了脸，拳头好像打油的夯，巴掌足有簸箕大，手指头不不愣愣当水长。他站着好像一座塔，他坐着好像一座牌坊。这个酒保说：“哎，好汉爷，您老吃什么酒啊？用什么饭？吩咐出来，很快当。”武松说：“嘿，你们这里有什么样的好高酒？有什么饭菜说端详。”这个酒保说：“提起好酒样不少，白干绍兴味道强，有状元红啊，玫瑰露，还有一种透萍香。您要吃干的有大饼，要吃菜咱们这个牛肉实在香，炒菜有肉丝肉片摊黄菜，给他要喝稀这个有面汤。”武松听罢说：“好好，牛肉白干快拿上，先切5斤酱牛肉，多拿好酒我来尝。”好嘞！这酒保急忙给端来了2碗酒，把5斤牛肉也摆上。二武松端起1碗喝了个净。好酒。又端起那碗喝了个光。好酒啊！酒家拿酒来。好汉爷，您吃饭吧，饼是现成的，开锅的给您下面汤。不，酒家拿酒来。好汉爷，这酒您不能再喝了。为什么不能再喝？您没看见门口那牌子吗？上写着3碗不过岗。
什么叫3碗不过岗？这谁要喝了3碗酒啊，准保的醉倒入梦乡。再大的酒量，要是喝了3碗酒，出门不倒也得醉倒前边的景阳冈，所以叫3碗不过岗。酒驾，拿酒来！好汉爷，这个酒无论如何您不能再喝了。酒驾！我一不欠你的钱，二不欠你的账，不拿好酒为了拿中，你要拿酒两拉倒，不拿我揍你2巴掌。受不了，甭说2巴掌，还1巴掌见了俺老娘了。这酒保急忙又端上了2碗酒，二武松又把这2碗子喝了个光。酒驾，拿酒来！哟，好汉爷，您还喝呀？这酒保急忙又端上了2碗酒，二武松一连吃喝了个溜溜光。酒驾，拿酒来！哟，您还喝呀？我的娘的，受得了吗？这武松他这一人喝了18碗，把5斤牛肉也吃光，喝完了酒又吃了8张饼，又饶了4碗热面汤。酒驾，我问你，几碗不过岗？哎，这不是那3碗不过岗吗？我喝了几碗了？您呢？您是前2碗，后2碗，左2碗，右2碗，端了2碗，右2碗，您前后一共喝了18碗呐！你看我上，不摇，您可真能饮。下身不慌，海量。你那3碗不过岗的牌子呢？这不您喝半截我就把它拿进来放在这儿了吗？取笑，牌子照挂，我是能饮呐，算账。早算好了，一共是3000银子。好，这武松给把那酒饭账，把他包袱就背在了肩膀上，手中提起了齐眉棍，说声再会，就出了店房。他迈开了大步往外撞了，酒保一见着了忙。哎，好汉爷，您要上哪儿去？武松说，我今天要过景阳冈啊！好汉爷，景阳冈可不能走啊！现如今景阳冈上有猛虎，是个吊睛白额兽中王，行人路过他吃掉，剩下的骨头扔道旁，3个5个不敢走吧，10个8个的带着刀枪。自从出了这只虎，许多人都被他来伤，县里也曾出了布告了，天过中午就不能再过景阳冈。我劝客人在我们店里先住下，给他到明天呐，集合人多了再走也不忙。武松闻听，微微的冷笑，叫声酒驾，休把人狂。你看我的酒量大，你看我的饭量强，你为了多赚我的银两，想留我住在你的店房，这什么样的斑斓猛虎，二爷不怕本领强。这酒保闻听心暗想，哎，我一片好意，他把恶意当，这信不信的随你便，我回我的酒店房，你愿走你就走，我管你喂虎还是喂狼。你好汉爷可真有猛虎啊！真有猛虎该怎么样？今天我跟他干一场，为附近的百姓除祸殃。再会！哎呦，我也拦不住了。二武松行走来得快，眼前就来到了景阳冈。但只见风刮树叶哗哗的响，森林密布遮太阳。武松这个酒劲儿往上撞，搞得浑身发烧热汤汤，一只手提着齐眉棍，一只手解开了衣襟儿露了胸膛，晃里晃荡往上上，脚步可有点不稳当。他这猛抬头，见路旁有座山神庙，上贴的告示一大张。好汉武松从头至尾念了一遍，真有猛虎在山冈，这阳谷县的告示不会错，跟酒保说的一个样。他有心回头把山下，岂不叫酒家笑断肠？刚押
下一摇，给他往上上，刀砍给他猛虎的怎么就来逞强？二武松一边走着酒往上涌，好像烈火烧胸膛。勉强又走了半里路，见一条长石在路旁。武松想，这个地方好休息。天这么早赶路何必忙？想到这儿，随手放下齐眉棍，把包袱放在石头上。武松躺下，刚要休息，一阵狂风起四方，这闷的一声不得了喽！山背后窜出老虎手中芒，这只虎身长足有1丈2，尾巴好像一杆枪，前窜8尺惊人胆，后退一将令人忙。身上的花纹一道暗一道绿，一道黑来一道黄，脑门子上面有个字3横1竖的念个王，血口一声不大，俩人一蹬赛茶缸。二武松哎呀一声往翻起，是一身冷汗湿衣裳。二武松这惊慌不要紧呐，18碗9顺的汗毛眼一点没剩，滋都出来喽。二武松眼盯着这只虎，他打个箭步跳在了一旁。这老虎一见吴老二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。老虎想，这个家伙个不小了，2顿我也吃不光。他吃不光，人受得了吗？这只虎闷的一声扑过来，直奔好汉武二郎。武松喊声好厉害，急忙闪身躲了一旁。武松跟他闪身躲过去，老虎扑在空地上，老虎扑空闷闷的叫，心里不住的暗思量。老虎想，我平时吃人没费过劲儿啊，今天这是为了哪一桩？是啊，平常人一见老虎骨子都酥了，抱着脑袋光叫娘了。那老虎吧唧吧唧吃得多来劲呢，可哪知道今天遇见英雄好汉武二郎。老虎扑空把腰劈，撩打腰把武松伤。二武松双脚右变嗖，匆匆跨过虎脊上，双脚落地瞪眼看，给这虎一定像杆枪，这长安地皮往上扫，啪啪大扫堂。二武松窜出有1丈，心里边觉得有点慌，随手抄起齐眉棍，俩人一蹬放红光，绕住虎头打着拳，咔哧咔哧一声响耳旁，齐眉棍打在死树上，断了2截，受了戳伤。可他急得武松高声喊：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慌？这老虎他闷的一声又扑过来，大转身直奔好汉武二郎。二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，猛虎往前把背扬，用半拳空中往下落。二武松一见喜得慌，打个箭步让过虎头抓虎尾，天腿骑在虎背上，2膀一晃千斤力，把老虎摁在了地当央。老虎一扑，没扑着人，只觉得脖子上边压得慌。老虎想抬头往上起，武松掐住往下用力量。老虎没吃过这样的亏，把他爪子摁地开了枪。你让我起来！武松说：“你给我下去吧。”老虎说：“我喘不过气儿啊。”武松说：“你就凑合会儿吧。”老虎说：“我可受不了喽。”武松说：“你受得了我就完喽。”这老虎往上起3起，武松往下摁3摁，也不知他俩力量有多大。这老虎前脚入地半尺长，二武松右脚踩在虎背上，左手